有缘人，我们经常听到天选之人这个词，那么天选之人真的存在吗？所谓天选之人，顾名思义就是从天道降临的人，他们是上天的孩子，他们来到人间是为了完成使命或任务，或因成愿而来，或因历劫而至。往往这些人身上都有一些非常明显的特征，但是这些特征并不被大家所了解。原来这些特征就是天选之人的特征，正因为有这些特征的存在，跟普通的常人不一样，性格跟人群有点格格不入，行为也常常令人费解，所以甚至有的人就会感觉到为此而困惑，为此而痛苦，觉得我怎么跟他们不一样，怎么跟这些人格格不入，甚至有时候在常人眼里会视这些人为怪人，所以这也让他们感觉到非常的困惑，非常的痛苦。通过今天这个视频，可以立刻让这些人意识到，原来自己的这些特征是这么的不平凡，原来我就是天选之人。首先，我们来一起探讨这个所谓的天选之人是怎么回事。天选之人就是之前经历了累世的修炼，积累了自己的德行，自己的这个能量、德行、智慧都到了一定的高度，所以才会来到这个世间，继续完成一些之前还没有完成的一些修行任务。第一个特征，喜欢独处。很多的天选之人会非常的喜欢独行，喜欢独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其实很多人都会因为这个问题，觉得自己是不是性格上面有一些障碍，是不是有孤僻症？其实不是。为什么会喜欢独处？是因为自己之前积累的这个能量、福德、智慧都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，跟这个常人比起来，那肯定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所以在跟这些人待在一起的时候，就会感觉到因为频率的不同而觉得非常的不自在、不舒服，并且会觉得这个世俗非常的肤浅无趣。大家想想，是不是这种感受？会觉得与他们为伍，完全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，浪费自己的精力，自己的精气神感觉都被他们耗干了，有一种非常消耗自己能量的感觉。与其花这个时间跟这些人搅和在一起，聊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，还不如自己享受真正有价值的独处，来做一些对自己非常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事情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修行人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非常喜欢独处的原因。第二个特征，不被理解。还有一点，我相信困扰着许多人，为什么别人下班之后或者休假的时候，总是能有许多朋友聚在一起吃喝玩乐，而自己却感觉朋友很少，甚至根本没有朋友呢？这其实与喜欢独处的原因有关，因为自身的能量层次和认知程度已经远远高于普通人，看待事物的视角也超乎常人。因为这个世界上，大多数人还有很长的修行之路要走，甚至许多人在这一世中都未必能踏上觉醒的道路，他们仍需经历许多事情，
依然深陷于对物质、名利的追求中。当一些修行人或天选之人与这些人交流时，会明显感受到差异。那些人每天的生活围绕着财、色、名、利，谈论的也是这些内容。他们的思维、层次、境界都停留在物质层面，毫无觉醒的迹象。他们所聊的不过是利益得失、是非争执，这让修行人感到不仅耗费精气神，还浪费了宝贵的时间，毫无意义。因此，许多修行人、天选之人常常感到孤单，喜欢独处。然而，有些朋友可能并未意识到这是天选之人的特征，而陷入苦恼，觉得自己没有朋友，格格不入。其实，当明白了这一点，就不会再感到困惑，更不会因此迷失方向。有些人可能因误解而认为自己有问题，甚至陷入孤僻状态，觉得自己是不合群或孤傲。实际上，这只是因为不愿与那些停留在低层次的人为伍。就像一只仙鹤被放进鸡群，它自然不会自在，鸡也未必欣赏仙鹤的高贵。作为仙鹤，只需待在属于自己的地方，和同类相伴即可。与那些人交流时，若总感觉自己被误解或对方无法理解，不是因为自己有问题，而是因为自身的深度与高度超出了常人的认知范围。这种孤独感与不被理解的体验，正是许多天选之人共有的特质。因此，不需要质疑自己，只需接受并坦然面对这种状态即可。第三个特征，六亲无靠。接下来要说的这一点，相信会引起许多屏幕前朋友的共鸣，那就是从小历经磨难，六亲无靠。大家想想，是不是这样？无论是在身体、精神、家庭还是事业层面，许多人从小就经历了诸多苦难。比如小时候身体常常不适，患病不断，做事也总是不顺，遇到挫折，精神上更是经常承受来自人事和生活的打击，可能是家庭矛盾，也可能是事业的不如意。许多人甚至时常感到身心疲惫，无助地仰望天空，问老天，为什么是我？其实，这一切正是上天的安排。通过这些磨难，上天鞭策我们，唤醒我们。因为在一帆风顺的日子里，人容易沉浸于舒适与享乐，很难意识到生活的深层意义。而当痛苦与挫折接踵而至，就像当头一棒，让人迅速警醒。外在的物质、名利、情感并非人生的终极追求，真正的追求是灵性能量的提升，是心灵的成长。上天通过苦难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更早的觉醒，学会向内探索，专注于内在的修行，提升灵性。随着觉醒的深入，我们逐渐看清外在世界的虚幻本质，放下对物质、名利、情感的执着，变得更加通透与自在。
这些苦难不仅是对心性的磨练，更是提升灵性的重要契机。通过它们，我们得以看透人世间的虚幻，最终回归真正的真理与大道。第4个特征，拥有某种天赋。相信许多天选之人深有体会，那就是在某些方面展现出惊人的天赋，但在另一些方面却显得一塌糊涂。例如，有些朋友在艺术领域表现卓越，画画、唱歌、作曲等才能非凡，仿佛与生俱来。然而在数学等领域却显得特别吃力，无论如何努力学习，甚至名师亲自指导，也很难取得突破。还有的人在体育运动方面表现欠佳，可能跑步总是跑不动，或者动作协调性特别差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是因为上天赋予我们的天赋，是我们累世修行所积累而来的，是为我们的灵性提升和修行服务的。这些天赋是我们完成使命的重要工具，而那些看似常人认为重要的领域，实际上对我们的修行意义不大。于是上天刻意将这些能力拿掉，让我们在这些领域难有突破，从而避免浪费时间与精力。因此，与其在不擅长的事情上苦苦挣扎，不如专注于自己真正擅长且热爱的领域，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中。这样你会发现，人生的各个方面都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天选之人的使命就在于此，发挥天赋，顺势而为，走出独属于自己的修行之路。第5个特征，经常功亏一篑。还有一点，相信许多修行的朋友也会有所体会，有时候你求了很久，非常渴望得到的某样东西，不管是名利还是情，眼看就要到手了，仿佛近在咫尺。但突然之间，事情发生了变化，那原本属于你的东西就这样溜走了。大家想想，是不是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？比如一个职位，一个朋友，或者一桩看似板上钉钉的事情，感觉明天就可以尘埃落定，结果突然发生了什么？事情没了，肥肉飞了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其实这也是上天的安排，通过这些失去来点醒我们，让我们看清这些所谓的重要东西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。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的灵性成长，是在道法上的提升。许多当下看似非得不可的东西，其实只是人生的考验。当我们失去后，尽管一时可能会觉得无法接受，但随着觉悟的提升，我们会明白，这是上天为我们关上一扇门，同时又为我们打开另一扇门，引领我们走上更高的灵性道路。通过这些失去，我们逐渐学会放下对外物的执着，专注于内在的提升。最终我们会发现，每一次看似的错过，其实都是上天的指引，帮助我们迈向更深层次的觉醒与成长。第6个特征，永远有小人对手。
许多人或许都有过类似的经历，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工作环境里，总是会遇到一些人喜欢和自己对着干。不管你表现得多优秀，做得多出色，也不管环境看起来多么理想，总会有一些人像苍蝇一样没完没了地针对你。你可能会想，我换了一个更好的环境，这回应该没有问题了吧？但结果却发现，无论环境怎么变，总会出现类似的人和事，他们让你感到不顺心，看不惯，甚至让你对当前的环境失去期待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其实这正是上天特意派来的一种考验。通过这些人的行为，我们能够意识到自身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认知上的问题，或者还未彻底放下某些执着。这些人就是被派来帮助我们调理的，调理我们的认知，调整我们的欲望，甚至平复我们的情绪。通过这些外在的矛盾，我们可以反观自身，找到内在投射的问题所在。认清这一点后，便能开始清理这些投影源，从而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心性。所以当遇到这样的人时，不要被他们的行为带动情绪，更不要陷入负面循环之中。相反，我们要及时觉察并跳脱出来，明白这些人其实是上天派来拯救我们的。换个角度看，他们是我们修行路上的助力，而非阻碍。第7个特征，危难中遇贵人。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危难，但关键时刻总会突然出现一个贵人来解燃眉之急，帮助我们脱困。这就像《西游记》里描述的一样，每当唐僧被妖怪抓住，眼看就要被蒸煮吃掉的时候，总会突然出现一位神仙，或者有人点化他的徒弟去找神仙，最终成功解救唐僧。而当问题解决后，这位贵人往往又会悄然消失，甚至再也联系不上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？其实这是上天特意安排的一种点化方式。上天借由这些贵人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，让我们在经历困境时发现自身的问题，破除执着，从而进一步提升心性。这些经历就像《西游记》中的981难，只有通过重重磨难，跨越妖魔鬼怪的阻碍，才能最终取得真经。正因如此，许多修行人对道法有着极高的悟性，他们也经常会收到来自高灵的指引和帮助。例如在危难时刻，突然接收到某种信息，提示自己该找谁，该去做什么，或该关注某个方向。甚至在刷视频时，恰好看到一个点醒自己的内容。所以为什么今天你会看到这期影片？这并非偶然，而是因为你累世的修行积累，让你的福报与能量达到了这个层次，能够及时接收来自神灵的信息。正是这些点化与启示，指引你走向更高的修行之路。真正的天选之人，人生不会顺，老天爷选中他们，就是要历练他们。虽然会给他们福运，
但也会给他们磨练，就像自我救赎一样，他们必须经历层层关卡，才会最终得到他们该得的一切。所谓的天选之人，并非生而注定，而是那些敢于直面人生考验，经历深刻蜕变的勇者。他们走过了艰难的道路，最终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与使命。接下来我将带你深度探索成为天选之人必须经历的5大人生考验。这些考验不仅关乎你的内心，也关乎你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理解。如果你勇敢，请坚持看完，并在评论区写下我勇敢面对上天的考验。第1重考验，饱经磨难。当我们回顾历史，发现那些闪耀着光芒的伟人，不仅仅是因为其辉煌的业绩，更是因为他们经历过的种种挣扎与困境。他们的成功之路并非平坦，而是一条崎岖曲折、充满挑战与磨难的道路。想象一下，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，他并非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相对论的构想，他在求学、研究的道路上遭遇了无数次的失败与挫折，但他并没有被打败，相反，每一次挫折都是他前进的动力，每一次磨难都是他成长的催化剂。正是这些艰辛的经历，让他最终成为了一位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，为人类的科学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。再看看历史上的政治家与领袖，比如世界公认的伟人毛主席、英国的丘吉尔、美国的林肯等等，他们之所以能够引领国家走出困境，建立起辉煌的历史，也并非凭空而来。在他们漫长的一生中，都经历了种种挫折与考验，包括失败、挑战，甚至人生的挣扎与失意。但正是这些经历，锻造了他们坚韧不拔的品质，磨砺了他们无畏的勇气，塑造了他们伟大的领导力。而在艺术领域，那些享誉世界的艺术家和作家们，也都经历了自己的艰辛与磨难。他们在创作之路上遇到了无数次的困难与阻碍，但他们并没有被打败。正是这些挑战，让他们的作品更加深刻，更加富有情感，成为了流传千古的经典之作。因此，可以说，饱经磨难是通往伟业的必经之路。只有在挫折与困境中历练，才能够拥有足够的坚韧与毅力，去应对未来的挑战。正如一句流传千年的格言所说：磨难磨出金刚，挫折铸就辉煌。只有经历了生命的洗礼和考验，才能够真正成就伟大的事业。第2重考验，出淤泥而不染。生命就像一朵莲花，莲花的种子孕育于淤泥之中，通过努力、耐心，从泥泞中冒出娇嫩的芽，逐渐绽放成美丽的花朵。然而，尽管莲花根系深深扎根于泥泞之中，却能保持花瓣清洁无瑕，不被淤泥所染。在现实生活中，
人们也常常置身于种种纷扰之中，面对诱惑、欲望、压力与挑战。但与莲花一样，天选之人需要学会在这个世界上保持内心的纯净与清澈。这并不意味着要逃避尘世，而是要学会在尘世中保持心灵的高洁与清净，如同莲花在泥泞中不被沾染。淤泥作为莲花生长的土壤，是它生命的根基，是滋养其成长的源泉。同样的，人生中的挑战与困境也是我们成长的土壤，是磨练我们意志与品德的力量。而关键在于，我们要像莲花一样，将这些困难与挑战用来滋养内心的力量，促使自己不断成长与进步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保持心灵的纯净需要一种坚定的信念和修养，这意味着要学会拒绝诱惑与欲望的侵袭，保持对内心的清醒与警惕，要学会包容与宽容，不被恶意与仇恨所污染，保持一颗善良纯净的心，要学会感恩与奉献，将自己的力量用于造福他人，让爱与善意成为内心的主旋律。最终，当我们学会在尘世中保持心灵的纯净，活出自己的本真时，我们就像一朵莲花一样，在纷繁的世界中绽放出独特的光芒，成为自己与他人的光明之源。第三重考验，困顿之境。人生被比作一场游戏，这个比喻确实深刻地揭示了人生的曲折与挑战。就像游戏中的关卡一样，人生中也有各种各样的难题和挑战等待着我们去克服。而在这些挑战中，困顿之境更是一种考验，需要天选之人以智慧和勇气去迎接。当我们面对困境之时，常常会感到无助和迷茫，但正是在这些困境中，天选之人才能展现出他们与众不同的品质。他们不会选择逃避，而是勇敢地面对，用智慧和勇气去克服每一个难关。这种坚韧不拔的态度和积极的行动力量，是他们战胜困境的关键。在克服困境的过程中，天选之人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和状态，他们从每一次挑战中学到经验和教训，不断完善自己，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修养。正如游戏中通过不断挑战关卡来提升角色等级一样，人生中的困境也是一种提升自我的机会。只有在经历挑战后，问题才会消失，境界才会得到提升。这句话道出了克服困境的关键。困境并不可怕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面对和处理。只有勇敢地面对挑战，用智慧和勇气去克服，才能不断提升自己，不断进步。因此，困境并非是人生中的终点，而是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。只有勇敢地面对，用智慧和勇气去克服，才能走出困境，迈向更加辉煌的未来。这正是天选之人与普通人的区别所在。他们在困境中展现出的智慧和勇气，让他们成为了人生的赢家。
第4重考验，见他人之苦，对他人苦难的感同身受与关怀，是衡量一个人成就的真正标准。天选之人之所以与众不同，正是因为他们能够深刻地体悟到他人的痛苦，并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，成为了光明的使者，点燃了他人生命的希望之火。天选之人并非只顾自身的成功与成就，而是将关爱和同情融入到自己的生命使命中。他们从心底里关心他人的境遇，不忍看到他人遭受痛苦，愿意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。这种同情心和关爱之情源自于他们对生命意义与价值的深刻觉悟。通过帮助他人，天选之人体验到了生命更深层次的意义。他们意识到，真正的幸福并非来自于物质的富有与权力的地位，而是来自于奉献与关爱他人的行为。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，他们感受到了内心的喜悦与满足，体验到了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。天选之人用自己的力量去化解他人的困境，成为了他人生命中的一缕光明。他们的善举不仅帮助了他人，也激励着周围的人们，传递着爱与温暖，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因此，他们成为了他人心中的英雄，被尊崇和敬仰。因此，真正的成就不仅来自于个人的成功与成就，更来自于对他人苦难的关怀与帮助。天选之人之所以伟大，正是因为他们能够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人的痛苦，并用自己的力量去化解困境，成为了生命中的光明使者。他们的善行不仅改变了他人的命运，也点亮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。第5重考验，事业瓶颈。天选之人所追求的事业，远非以金钱、地位或名利来衡量，而是以心灵的造化为根本目标。他们的事业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私利，而是要为社会、为人类的福祉做出贡献。在面对事业的瓶颈时，天选之人不会为了个人利益而违背自己的良知，而是会坚守初心，奉献社会，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。对于天选之人来说，真正的事业是一种精神追求，是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贡献。他们深知物质财富和地位名利只是表面的成功，而真正的成功在于内心的满足与对社会的贡献。因此，他们不会为了追求短暂的个人利益而放弃自己的良知和原则，而是会坚守自己的信念，为心灵的造化而努力奋斗。在面对事业瓶颈时，天选之人会以一种超越个人的高度来审视问题。他们会审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，思考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所在。他们会从内心深处找到前进的动力，继续前行，不断探索和创新，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而努力奋斗。对于天选之人来说，真正的事业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和无私的付出。
他们深知只有为社会、为他人做出贡献，才能真正体验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在。因此，他们会将自己的力量和智慧用于造福人类，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这正是天选之人事业的真正意义所在，也是他们永远不会放弃的追求和目标。在芸芸众生中，那些被命运选中的天选之人，往往要承受更为艰巨的挑战与洗礼。他们如同被苍穹赋予特殊使命的勇士，注定要在风雨中砥砺前行，历经大磨难与大洗礼，方能成就非凡。命运这位深邃而公正的裁判，对于肩负重大使命的天选之人，从不吝啬给予猛烈的磨练。这些磨练如同一剂剂猛药，旨在破除他们内心的种种心魔与偏执，让他们在一次次的跌倒与爬起中，逐渐获得与使命相匹配的能量与智慧。正是这些磨难，将他们引领至更高的灵魂层级，让他们在人生的舞台上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。苦才是人生的真谛，身若不苦，福禄便难以深厚；心若不苦，智慧便难以开启。纵观历史长河，哪一位人生大成者不是历经万般磨难，方得今日之辉煌？正如那句古语所言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心不死，道不生，久久81难。不过是命运之神为了让我们彻底脱胎换骨所设置的重重考验，有时更是以九死一生的极端方式，让我们在绝望中重生，在涅槃中焕发新生。这是一场灵魂的洗礼，更是一次生命的蜕变。频率与气场是我们与宇宙连接的桥梁，要想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，就必须坚决彻底地将自己保持在高能频率上，绝不将就。这需要我们下定决心，极度自律，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入手，提升自我，阅读高能量的文字，聆听高能量的音乐，说出高能量的语言，做高能量的事，结交高能量的朋友，营造高能量环境，让每一天都充满虚极进补的宁静，让每一刻都沉浸在知行合一的能量场中，让虚实生白，光明满满。当你自身的能量充足，能量场强大时，你会发现一切外在的状态都会随之改变。那些与你相匹配的人、事、物、境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你的生命中，为你的人生事业增添更多的生机与活力。而那些配不上你的人，命运之神会悄然让他们离场，为你的成长之路扫清障碍。每当上天让你升维时，若身边的人已无法与你并肩前行，命运便会让你经历失去，甚至背叛之苦。你可能会因此跌入低谷，
痛不欲生，但请相信，这一切绝非为了摧毁你，而是为了将压轴的礼物留给你。否极泰来，当你熬过这段艰难的时光，迎接你的往往是最好的结果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